大家好，我是小夏，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上一期视频里，我们说了美国疫情对于整个经济形势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经济大体上的走势，还有未来的预判。那这一期里呢，我想单独说一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以及结合我们最近亲身的一些买房的经历，来和大家讨论一下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买房子的时机。那首先呢，我来说一说我们最近买房的经历。我们在纽约呢一直在看学区房，这个看过我们前面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在比较早期的时候看过一套80万美金的高档的学区公寓，就是那种2个卧室、2.5个卫生间的比较典型的公寓。那套房子呢，其实我当时是非常心动的，因为我们从2月份就开始看，然后看了很多套房子，那其实是我当时最满意的一套。不过它当时的开价其实是85万美金左右，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些贵了。结果呢，1个月以后，他那套房子，他的卖家主动联系了我们的经纪人，就说他们愿意降价10万美金，问我们愿不愿意出价。那个时刻，我是觉得这个价格非常合适的。后来我们谈了几轮价格以后呢，稍微压下来了一些，就准备要签合同。那在写那个合同的前一天晚上，没想到那栋楼里面又出来了一套新的房子，而且那套房子呢和我们看的那套格局是一模一样的，并且它开价就比我们想买的那套要低，楼层还要更好，然后装修基本是相当的吧，我们可以给大家看几张照片。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再等一等。果不其然，又过了2周以后，那栋楼里又出了2套公寓，就是在前2个月的时候，公寓就开始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就说明市场上开始有很多人出售他们的房屋，并且呢都认为就是现在疫情已经差不多过去了，然后可能大家都开始复工了，所以现在是一个好时机。于是我们就并没有签那个合约，我们就在继续的等待，并且和其中的几套呢都在继续的谈价格。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呢，让我对于现在疫情下的房地产市场有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看法。那如果我们后面谈好了某一套的价格，或者是在整个这个买房的过程上有任何的更新，我们都会单独做一期视频来跟大家说。如果对这些后续感兴趣的朋友呢，想要听到更多跟买房子卖房子有关的故事的朋友呢，请关注我们，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的更新了。那根据我们这几个月的亲身经历呢，还有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数据，还有这个市场的现状呢，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现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走势还有前景。那首先我们是觉得这个在疫情的情况下，大家有很多人呢可能都意识到了自己现在的住房可能是不符合他们的需求的，就或者是满足不了他们全部的需求的。因为疫情导致于大家都要在家里工作，所以很多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呢，可能就会慢慢的觉得这个家里的空间不够啊，自己希望有书房啊，自己需要有一个健身房啊之类的来以备不时之需。所以呢，其实市场上是有一部分人开始考虑卖房和买房的，但是呢，总体来说，这个市场上现在是卖房子的人比买房子的人要多。尤其是在纽约这种市场啊，它的房子本身就会成交量比较的高，在今年疫情以来，这个成交量其实是有所下滑的，并且整体的平均房价也呈一个下滑的趋势。就是如果关注几个比较有名的房地产的网站，会看到它在疫情以来呢，大概这个价格有了一个轻微的这样的下滑，后来呢又上升了一点，但现在又稍微开始有这个下降的趋势。所以总体来讲，成交价都会比往年至少要低5%左右，就是同一个区域同样水平的房子啊，这个成交价明显是低了的。而且因为疫情导致于大家很难去看房子，因为你看房子之前，比如说他必须要求你多长时间没有
多长时间没有发烧啊，然后他会让你做一些问卷呀，并且要求你一定要戴口罩、戴手套，而且呢，他还会限制每天来看房的人数，并且有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不允许有 open house 这种就是活动，所以还是比较影响这个房地产市场的。总体来讲，这个市场是在逐渐冷却的。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个两个比较serious buyer 吧，就像我们这样是认真觉得需要买房子的人，很可能会产生这种卖方追着你跑的情况。总体而言呢，这个市场它绝对不是一个就是上升的情况，但是它也并没有进入一个明显的衰败期，就是并没有感觉这个市场的价格唰就开始下来了。它还是虽然有一些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动荡，但都维持在3%到5%的价格浮动，整体呢现在并没有说下滑的特别多。那至于现在到底要不要买房子呢？我们个人的建议是说，如果你想买的是自住房，尤其如果这是你的第一套自住房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下手的，因为现在的利率非常非常的低。我们前一段呢和我们的这个 loan officer， 就是专门办贷款的经理人聊了一下，现在的自住房利率大概是3%甚至更低。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听到有朋友说他们拿到了2.78%，真的是非常非常低了，就是在近10几年以来，上一次这么低的利率，我觉得应该还是在可能09年、10年吧，能到这个利率。但是呢，这个其实也对经济其实是有一个影响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低利率，让很多人觉得现在的经济形势不明朗。这个就像我们上一期的视频里面说过的，所以有一部分人呢还是会选择拿住钱，不轻易做决定。但同样的，也有一部分人呢会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买房待何时。所以我们个人的意见是觉得，如果你是要买自住房，如果你现在还在付房租的话，那和房租相比，我个人是觉得买自住房子肯定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毕竟你付出去的钱都是为了你自己的房子在还贷款，而不是为了别人的房子在还贷款。如果你是想要买投资房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要谨慎一些，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在很多视频里面都讲过了，你买投资房呢，无非就是2种最终的赚钱方式，要不就是出租出去，要不然呢就是把它翻新了再卖掉。那现在这种市场的情况下呢，就像我上面说的，其实卖方会是比较焦虑的那一个，就是卖房子可能会稍微困难一些。那你把它翻新了，然后再挂到市场上，可能至少要3到4个月以后吧，就是最快的情况下。那个时候的情况呢，就又是比较难预测的了。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要出租出去的话，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都比较的不愿意去换房子呀，或者说是有一些学生都住在家里了。这个呢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也就是6月到8月这个整个夏天的时期，本来应该是全年中换房率最高的时期，但是这几个月的签新房的这个签约率呢下降了20%。总体来说呢，就是现在不管是出租还是把房子卖掉，都会是一个相对受疫情影响的情况，所以我会认为买投资房现在并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时期。而且再结合我们上面就是上一期和大家说过的这个经济形势啊，你并不知道现在这个经济周期到底是走在了一个最高点，它马上就要降下来了，还是说它只是卡顿了一下，还会到更高。那如果你要是比较求稳的投资呢，其实完全是可以再等一等，等局势再清楚一些再做决定。那这些就是我们给大家的关于现在是否还要买房子，以及整体的如何看待现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建议和看法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请给我们点赞。如果你有任何想法，也欢迎给我们留言。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订阅我们的频道。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啦，下期再见，拜拜。